本来想拍一个前几天比较火的撒花，奈何自己水平不够，撒不出来别人那样的效果。为了解决门庭左右摇摆的问题，我准备增加前面门庭的浮力面积，然后再加上2个花盆，用来平衡门庭的浮力。把钢材放在木板的下面，两边等会儿加上塑料瓶，这样门庭就不会左右摇摆了。用螺丝把2根钢材固定好。这个木头用来固定提供浮力的塑料瓶。最后铺上以前用剩下的木板，固定在钢材上。另一边重复相同的操作。平台建好了，浮力增加了一些，现在准备增加重量了。重量的来源是我准备在木板上面放2个花盆，用上藤蔓越解。做花盆的主要材料还是竹子，外加一些木条。把提前准备好的竹片固定在木条上。钉好了以后，就是花盆的其中一个面了。2个花盆一共8面，都钉好了以后，就开始组装在一起。花盆的大小刚好和浮台木板一致，这样木板就可以完全被遮住了。另一个也是这样操作。花盆做好了以后，把在盒子里待了好几天的花取出来，我想它应该会喜欢这里的。为了让木板的寿元尽量长一点，给它铺上了一层塑料膜。我也不知道这样管不管用，只能用它来做实验了。在底下放上这些竹子，是为了让花盆的排水性和透气性更好一些。竹片间的缝隙还是比较大的，如果下雨的话会把里面的泥土冲走，所以四周还是做了一下遮挡。花有了，花盆也有了，现在开始准备泥土了。挖来一些普通的土，加上一些营养土，混合均匀，这样我的竹屋才能早点拥有花开蝶舞、微风含香的景色。混合好的泥土倒进竹子的花盆里，把花放到花盆里面。铺上他渴望已久的泥土。土里放一些颗粒肥，接着就可以开始浇水了。第一次浇水要浇多一点，把它的泥土浇透，让根系与泥土更好的贴合。水浇透了以后，我们的门庭种花就算是完成了。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看月季爬满整个门庭的样子？
大概过几天就可以让各位朋友看到那样的景色，到时候记得点赞。看到评论有人建议我给竹屋取个名字，做块牌匾挂在门庭上，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，所以找来了木板，准备为竹屋取个名字，做个牌匾。竹屋是浮在水上的，所以我给它取名浮竹居，感觉比较符合它的特点。先用泥巴加水把它写出来，为什么用泥而不用墨，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本来按传统书法应该是从右往左写才对，但是我感觉有一点不符合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了，所以还是从左往右写了。本人呢是一个书法门槛都没摸到的小白，好在是给自己写，丑点也无所谓了。给写好的字上挤上一层泥巴，挤的时候注意字的轮廓。刚开始只想做个牌匾，给竹屋取个名字，后来觉得单调了一些，又给竹屋加了一副对联。当然也不能称之为对联，因为除了字数对得上以外，其他的全都对不上，只是表达了一下当初建竹屋的一些想法。山里的天气有个特点，就是翻脸比我翻书还快，雨说下就下，也不打个雷闪个电提前招呼一声。好在快弄完了，用锯子锯它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木板的完整性，增加一点岁月感，让它看起来古朴一些，但我这个技术确实差了一点，没有锯出那种感觉。下面就是用火烧了，烧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火候，把握好那个度，不要烧过了。还有就是泥巴可以尽量堆厚一些，这样不容易烧透，一旦烧透了，前面的工作就白费了。如果想自己做，记得泥巴要选好一点的，可以往里面加一些胶水，这样会好用一些。木板烧好了以后，把泥巴和表面的炭灰冲洗掉，用洗衣服的刷子也可以，把字上的泥尽量洗干净，让木板本来的纹理露出来就可以了。水干了以后，刷上几遍木漆，这样木板的光泽感会好很多，也可以保存得更久一些。本来刚开始打算从右往左写，所以把印章的位置留在了左边，写了一半才发现这个问题，改也不好改了，只能等以后找到新木板再换一下了。现在只能将错就错了。浮华若梦，大梦几时方醒？独伴此生，余生何其可敬。浮竹居。虽然字写得不好，对联也是漏洞百出，但好在竹屋现在也是有名字的了。今天准备把竹屋的门窗做出来，这样竹屋的主体外观就算是完成了。下一步就可以开始做室内的家具了。把提前削好的竹片捆起来，这些竹片大概有几百块吧，把它们搬到竹屋上面去。各位是不是好久没有见过我的分身小老弟了？这个时候就必须召唤他们出马了。毕竟搬东西是他们比较擅长的领域。
竹片搬上来以后，准备用木条制作窗户的框架，把木条锯成合适的长度。接着用钉子把它们连接起来。一扇窗户有2个这样的框架，一共4个。都钉好了以后，放到窗口对比了一下大小是否合适，小点倒是无所谓了，大一点就尴尬了。接着就是往做好的框架上面铺竹片了。看了你们的很多建议，有人说做成水浒里面武大郎家的那种向上开的窗户，但是我觉得那样有点挡住过道了，不太合适，所以还是做成了向内开的。竹片钉好了以后，把荷叶固定在上面。原本想用其他方式，但觉得还是荷叶这种比较简单一点，其他的太复杂了，我也做不出来。接着把它用螺丝固定在窗口上，这样的窗户虽然看着简陋了一些，但总还是比没有要强那么一点点。另外一个窗户也是同样这样的操作。有窗户的竹屋看起来要比以前好看了一些。只是新竹子和以前的老竹子颜色有些差距，不过时间会磨平这些差距的，问题不大。接下来就是门了，用取芯器把连接点的弧度画出来，用锯子锯好。虽然麻烦了一些，但是连接点会好看一些。不知不觉第一次砍的300根竹子差不多都用完了，做门的这些都是新砍来的，所以颜色和前面的差距有点大。弧度都锯好了以后，用角码把它们连接起来，这样门的框架就算是完成了。现在锯一些木条，等会儿钉在框架上面，方便后面把竹片固定在门框上。木条钉好了以后，用螺丝把荷叶固定在门框上。固定好了以后，把门框安在门柱上。虽然视频里面是一次都安好了，但实际上我把荷叶安反了好几次，好在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。框架安装好了以后，就是在上面铺竹片了。这个过程最枯燥，但是好在不容易出错，是建筑物里面最好做的事了。
门外的竹片都钉好了以后，接着给门里面也钉上。我希望的是能看到的地方都是竹子。门差不多完成了，现在就差一把锁了。竹屋的门和窗总算是完成了，下一步就可以开始制作屋内的家具了。关于家具，如果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，可以提一提，让我参考一下。